你有没有发自内心的庆幸过，你终于大彻大悟，真正找到了一条道路，彻底明白了该怎么样才能破茧重生，洗心革面，摆脱束缚和局限，过一个充满喜悦、慈悲和富足的人生，活出了自己梦想中的样子。如果你还在黑暗中迷茫探索，我强烈建议你看完今天这个影片，我会详细给你分享一下这条觉醒开悟的道路。你有很大的概率会因为这条视频开始拨云见日，扫除心头笼罩的无名黑暗，开始觉悟重生，展开一段全新的生命旅程。这个视频有点长，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它是为那些真正的即将觉悟的有缘人而准备的。好了，我们开始吧。现在请你内观一下自己，你目前正在为什么事情而烦恼、焦虑、痛苦，你知道吗？当人去看蚂蚁的时候，蚂蚁一生忙忙碌碌，所作所为在人的眼睛里一点意义都没有。当佛陀看人的时候，人一生的烦恼痛苦和所作所为在他眼里一点意义都没有。你相信吗？在你真正的觉醒开悟之前，生命会有10000种方式让你陷入烦恼、焦虑、痛苦之中，无论是工作失业、事业失败、金钱损失、生活贫困、感情不和、婚姻不顺、恋人分手，还是健康有恙、疾病缠身、父母不慈、子女不才、同事嫉妒、领导打压，不是以这样的方式，就是以那样的方式来折磨你，你很难长时间的发自内心深处的感受到内心的安宁、喜悦、祥和、丰盛、富足。你在这个被资本游戏规则、金钱价值评判体系、大脑2元对立思维和自身业力系统一起编织的游戏里，电影里或者梦境里，一直被操纵，一直被束缚，一直醒不来，一直很痛苦。千百年来，芸芸众生皆是如此。佛陀早就看到了这个现象，他下了一个结论说，众生皆苦。如果你现在经历的痛苦还不能让你觉醒，生命会继续用更大、更极端的痛苦让你觉醒。很可悲的是，大部分人理解不了这些痛苦的意义，没有抓住痛苦带来的契机，因而继续迷茫煎熬，甚至彻底消沉、萎靡、躺平、认命了、投降了。有的人直到生命的结束都没有活明白、活通透。可不可以有这么一条道路，能让人轻松上道，内心充满了笃定感和力量感，快速摆脱痛苦烦恼，活出丰盛喜悦、富足、自由的生命状态？接下来我要跟你分享一下这条路线图，里面有5个步骤，你可以好好体悟和参考一下。如果缘分到了，你绝对会立刻顿悟，但是我要事先声明，你必须带着极度的诚实、敬畏和谦卑的心去体悟。如果你控制不住自己的慢心、恶口和不正见，你将一无所获。经常有一些自以为是的大聪明，他们的口头禅就是
我懂了，不就是利他吗？我懂了，不就是吸引力法则吗？我懂了，不就是习惯吗？只要你管不住嘴，喜欢瞎评判，就会立刻生出慢心和不正见，甚至口业，智商和福报就会直线的严重下降。你细品一下这句话的含义。第一步，停止一切邪思妄念和颠倒造作，静下心来去彻底学习并了解宇宙和生命的真相。真理，你之所以烦恼、痛苦、焦虑，一定是因为你看待、对待世界、生命的方式错误了，扭曲了，颠倒了。你必须彻底扭转过来。你所受到的教育以及你过往的经验认知中，关于对宇宙和生命的真相真理是一片空白，一无所知。如果你不能深刻理解缘起性空法则、因果法则、阴阳平衡法则、新生万物法则、吸引力法则、能量共振法则、天人合一法则等等等等，你是绝无可能从这场人生游戏、人生电影、人生梦境之中解脱出来的。因为你的每一个想法、念头、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都可能违背、对抗、偏离真理和真相，都可能是让你陷入苦厄深渊的致命错误。除非你天赋异禀，天生慧根。你觉得你的智商异于常人吗？掌握了宇宙生命的真相真理，你自觉地和它保持一致，会立刻生发出强大的笃定感和力量感、智慧心和自信心。有缘人，你在学校和社会上获得的认知经验叫世俗谛，宇宙和生命的真相真理叫圣义谛。世俗谛不足以让你焕然新生，你必须掌握圣义谛。圣义谛就是真谛，世俗谛只有在圣义谛的摄持下才有用。这一步需要你花时间认真研读一下轴心时代的儒释道经典，他们把一切真理都解释出来了。需要提醒的是，你要有很强的思考力和很高的悟性，才能彻底融会贯通，大彻大悟，掌握了真理和真相。只是刚刚开始，还远远不足以让你逆天改命，焕然新生。第二步，清理打扫心灵垃圾，把过往的一切认知、经验、习气、能量、圈子、物件全部清空或者调整好，并且训练收摄身口意，不再滋生更多的负面业力和心灵垃圾。有缘人，请记住我这句话：你大脑中储存的业力系统，你身口意的造作习惯，你日常周围圈子和物品的能量磁场，这3个方面的东西决定了你现在的处境和遭遇。你只有把心灵垃圾都清理干净，现实世界才不会招来恶心的人和恶心的事儿。清理心灵垃圾的方式：1是忏悔，2是心念，3是止欲，4是断舍离，5是换风水，6是修静定。这一步的目的是把你这台人体电脑的内部软件和外部硬件彻底的换一遍。老子道德经里面有一句话叫为道日损，你想得到开悟，
必须减少就有的垃圾的束缚。原来凡有一句话说，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你想得到开悟，你必须以向死而生的精神跟自己的过去做个了断，这是在向自我开刀，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程。你的小我会异常的抗拒和排斥，你有足够的决心和毅力能战胜你的小我吗？第三步，你必须往大脑植入一套新的信念系统，把内心世界调整到一个正向的能量频道里。为什么？因为你了解了宇宙和生命的真相之后，就能深刻明白，你外在想要的一切都是你的内心世界创造的、吸引的、投射的。你拥有的一切都是由能量的同频共振显化和构成的。你有什么样的内心世界，就会活出什么样的现实世界和人生命运。华严经里讲，心如工画师，能画诸世间，五蕴悉从生，一切为心造。你要相信自己，人的认知和习惯是很容易被改变的，只要你发动你的眼睛、你的耳朵、你的嘴巴、你的身体、你居住的环境、你用的物品、你结交的人，不断地看，不断地写，不断地读和说，不断地想，不断地听，不断地做，不断地寻找和探索，不断地重复，你早早晚晚都会变成另一个人。虽然你的身高和相貌没有变，但是你的内心世界已经焕然一新，完全不同了。你整个人会散发出来自信、强大、智慧、慈悲、慷慨。携带这些信息的能量波是能够被人敏锐地感知到的。如果你仅仅是为了追求内心的安宁平和，那么到这一步修炼就够了。但是如果你想追求丰盛富足的人生，想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想为自己和家人创造更丰厚的物质条件，你还必须继续往前推进你的修行之路。第四步，你必须构建起自己的发心愿景体系和布施精进系统，这两个东西超级重要。发心愿景系统就是你找到了自己的理想、使命、志向、目标、愿景、需求，这一套东西你能清晰完整地表达出来，无论是贫困还是富裕，永远都不会改变了。所谓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所谓神通不抵业力，业力不抵愿力，都是在强调它多么重要。法心愿景系统就是你的内在驱动力，内在驱动力是这个社会最大的奢侈品，它是你活着的最高乐趣，它能让你排除万难，它能够让你勤奋自律，它能让你不计荣辱得失。你有了这样一套法心愿景系统，你的内心世界就会变得非常强大，内心秩序就会变得非常稳定。这种内心状态才是你事业成功、创造财富的基础。布施精进系统就是你找到了一种大规模利益众生的表达方式。你可以通过金钱，你可以通过公益活动，你可以通过文字，也可以通过短视频，可以通过直播，
把你擅长的或者拥有的资源去利益众生，让每个生命都变得更好。布施精进系统能让你跟大千世界的有情众生发生更广泛、更紧密的联系。这种更广泛、更紧密的联系，是你事业成功、创造财富的另一个基础。你有了强大的发心愿景系统和布施精进系统还不够，还要再往前推进最后一步。第5步，你必须找到并且向社会提供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用商业力量创造财富。成功和财富的最基础的规律，就是你为社会提供服务的人数和次数。在这个资本市场的游戏里，这是最基本的一条规则。其实这个世界已经为你准备好了所有的商品和服务，一切的工厂都是你的工厂，一切的门店都是你的门店，一切的公司都是你的公司，一切的商品都是你的商品。而且一切有形的和无形的东西都可以卖。世界是不缺高品质产品和服务的，缺的是有智慧、有能力卖出去的人。你只需要会找客户、会卖，就可以赚钱了。只需要会找很多人帮你卖，就可以赚到大钱了。赚钱是可以无中生有的，是不需要任何本金的，是不需要任何投资的。创造财富的核心理念是什么？就是在伟大愿景的牵引下，花90%的时间去布施，花10%的时间去叫卖。因为你布施耕耘的够多，所以你必定不缺客户，即使叫卖也非常的谨慎克制，以最低的价格给人们提供最完美品质的产品和服务，变现的来的继续慷慨的布施。很多人以为做生意做企业就是为了利润，为了赚钱，那我的观点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做生意做企业的最终目标是没有利润，请记住我这句话，你赚到的钱要大部分用来布施，小部分用来让自己更有条件去布施。只是把自己、把项目、把企业变成一个宇宙天道在人间的能量和活力的传输渠道，越私就会变得越丰盛。这就是老子《道德经》里说，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你越早顿悟这一点，就越快进入一个快车道。人不能创造丰盛财富的核心原因其实并不复杂的，一是愿力太小，二是布施太弱，三是没有产品，四是品质太差，五是索取太贪。什么模式不好？营销不给力，团队执行力太差，这些不是最根本最究竟的原因。有缘人，非常感谢你能看到最后，我其实还有很多没有展开细讲，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看我生命的终极觉醒那个影片。说实话，这5步中的每一步都是一个大工程，每一步都不容易达成，只有具备惊人的决心、毅力、担当，才能焕然新生，真正把生命提高到一个新的维度。所以我开头就讲，这一条是为即将觉悟的有缘人而准备的。请问你是那个有缘人吗？衷心希望你能点赞并收藏一下，让更多处于无明黑暗的人看到光，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美好。留下一句觉醒开悟，
愿你早日拥有一个充满喜悦、慈悲和富足的人生。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功德无量。